用音乐叫醒您的耳朵，欢迎收听4月22日星期三的悦动首尔。大家好，我是 ND NCT Dream 的成员黄仁俊。绿意盎然的城区，春花烂漫的田园，还有美丽的沙滩，在这个世界，在这个地球上呢，我们大自然赋予着我们对生活的憧憬，但是呢，也承受着污染。今天呢是第50个地球日，让我们一起来珍惜唯一一个地球吧。那下面呢，送上一首歌曲，来自我们 NCT Dream 演唱的《We Go Up》。欢迎大家走进4月22日的悦动首尔。今天的开场曲为您带来了来自我们 NCT Dream 演唱的 We Go Up。那开场呢，我们也聊到了今天是第50个地球日。那爱护自然、善待小动物是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做的。希望大家呢也能够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地球。那还有我们今天呢是通过可视广播和大家见面的。大家好，여러분 오늘 보이는 라디오예요。那这个大家呢可以通过 YouTube 以及我们的 APP 进行收听和收看。那下面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参与节目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短信的通信费用为50韩元，也可以发送邮件到 tbsefm 悦动 @gmail.com， 还可以加入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和我们交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那今天人迪呢也有咖啡代金券要送给大家。大家最喜欢看的一部动漫是什么呢？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来告诉我们，每条短信会收取您50韩元的通信费用。 여러분이 제일 좋아하는 애니메이션을 샵 1013으로 알려주세요. 문자 이용료는 50원에 부과됩니다. 那下面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到悦动首尔来。周一到周五每晚9点，打卡悦动首尔的各位都是追逐梦想的人。每天这个时间呢，我都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梦想发送给我们到井号1013，或者是 TBS EFM 悦动@gmail.com。还可以加入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和我们交流。那打卡的时候呢，请大家告诉我们你是来自哪里，今年几岁，梦想是什么等等。我们在这里一起为大家加油打气，希望悦动首尔能够成为支持大家梦想的地方。我在这里等你哦。那下面呢，就看一下今天有哪几位朋友打卡我们的悦动首尔了呢？第一位朋友他说：“你好，人迪，我是皮亚莫雷诺。我16岁，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律师，因为我想帮助其他人，并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我目前是9年级的学生，喜欢社会学，将来我想成为那种给我可能遇到的人带来希望和幸福的人。人迪，请为我加油。”那真的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有很多的人需要像你这样善良的人去帮助，所以呢，也希望你呢可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律师，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加油！下面这位朋友呢，他说：“人迪，晚上好，我是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刘若宁。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因为唱歌对我来说是一种快乐的艺术。假如有一天我的梦想能成真，我希望我能成为像任俊那样的歌手，用美丽有力的歌喉。我希望任俊天天我希望任俊天天又高兴又健康啊！非常感谢你的这个祝福，也希望呢你可以成为一名非常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位歌手。我呢也会一直为您加油的，加油！”那我们下面呢，也非常感谢大家发来这么多的留言，下面也送上一首歌曲，来自 Why Don't We 演唱的《I Still Do》。
乐有不同，同样的话题，不一样的音乐，欢迎走进周3的古典栏目《乐有不同》。那首先请出我们的嘉宾，音乐和文化博主兰兰。Hello， 大家好，我是兰兰，欢迎。那这个今天呢，是我们这个可视广播，也为我们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兰兰。是的，这个兰兰今天这个穿的不是很多啊，其实今天天气是非常冷的。对，今天还蛮冷的。对的。刚才你不是说，哎，你今天也穿了个衬衫？对，然后我说你要脱吗？我说啊，你外面这衣服也是要脱吗？对，脱了的话就太冷了。是呢，有一个非常比较突然的问题啊。你还记得你最后一次看动画片是看的是什么吗？最后吗？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但是我好像应该是就是也不是特别小，就是可能是无意当中在电视里面看到，是之前看过的这个《灌篮高手》，好像是在重播，然后当时看，然后就因为小的时候看的特别有意思嘛，然后也是情不自禁的又看了一遍。那如果看的话，现在你会觉得跟小时候当时看的时候那感情是一样的吗？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台词啊什么的，好像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不会想的特别的深，但是你现在再回头看的话，就觉得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就又有另一种的意思。对，每次看好像都不一样的感觉。没错。那我们这个今天主题呢，肯定和动画片有关系。对，你既然问了我这个动画有关的嘛，今天呢，我们就回归童年哈，我们谈一谈那些年我们一起听的动画音乐。好不好？好的。动画音乐。那这个兰兰小时候最喜欢看的一部动画片是什么呢？一部的话，我实在是选不出来，有好多。要几部呢？可以。好多部，比如说像机器猫，哎，那个时候好像我们是叫机器猫。机器猫。但现在好像哆啦 A 梦。现在好像不叫这个机器猫是吧？现在叫哆啦 A 梦。以前就叫机器猫。叮当猫也有。对，然后还有像《圣斗士星矢》，你知道吗？天马流星拳不知道吗？这个好像有听说过。星云锁链，那个时候就是看的特别的这个入迷啊。这些这个动画片都是当时特别喜欢的。还有蓝精灵。蓝精灵这个我有看过真人版。好像真人版。我看的是以前的这个动画版。动画版是吗？对，这个真人版也挺好玩的，我觉得。如果说最近的话呢，最近我们一般看的这个动画片呢，都是。因为最近出来的动画片的话，是大人和小孩都可以看的。对，成年人也比较喜欢的。就看你是怎么理解的，就是不一样的剧情，也都非常的有趣。我都喜欢。哇，其实也没有什么最喜欢的，我觉得哆啦 A 梦、蜡笔小新啊这种动画片基本都喜欢的。然后不瞒你说，其实我小时候还看过一段《喜羊羊与灰太狼》。喜羊羊灰太狼就是你那个年代的，好不好？没错。我其实没有看过。你没有看过是吗？我没有看过。其实对，也是非常好玩的一部动画片啊。那下面你要为我们介绍的歌曲是哪首歌呢？哪一首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80年代的时候，小的时候看到的基本上好多这个国产的动画片也是非常优秀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部非常经典的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啊，名字呢叫做啊哈黑猫警长。啊哈。这首歌曲呢是由这个沈小岑带来的一首歌曲。你知道是黑猫警长的话，我也是知道。对，就是动画片嘛。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可能韩国朋友不是特别熟悉了。黑猫警长是这部动画片，大家可能都会是长这个样子。对。那这首歌曲呢？啊哈黑猫警长是一首怎样的歌呢？这首歌曲呢，其实就是描述黑猫警长的这个英勇还有威武啊。其实这部动画片啊，应该是很多80后的这个回忆了。集体回忆。其实我也看过这个动画片。那你可能看过重播。我记得我在看的时候有一点恐怖的感觉。你怎么跟我一样的想法？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特别不太敢看，因为那个时候它这里面是有悬疑嘛。对。然后好多故事就是很吓人，比如说像螳螂，这个有这个新娘吃新郎的这个故事，特别的吓人。我也觉得就是那个老鼠的耳朵被啃掉了。对，一只耳嘛。然后还有就是我最害怕的是每集，你知道吗？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黑猫警长会这个开枪，然后4声枪响，然后下面就出来
请看下集。然后我特别怕那个听那个枪声啊，有点不像是这个小孩儿看对，的它其实动画里面是片啊。有很多科普的知识。哦，那这首歌曲是怎样的？这首歌曲刚才说是这个沈小岑演嗯，唱的嘛，这首歌曲其实它的原版非常非常的欢快，然后哦，里面它就是说这个黑猫警长怎么英勇，怎么神威，就这种黑猫感觉警长，啊。它这一部分副歌部分特别的有这个中毒性，等一下嗯，大家可以听一下。是，那你也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位歌手。嗯，沈小岑这位歌手呢，其实是中国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位这个女歌手啊。嗯，她其实是80年的时候首次登台，然后她有很多歌曲非常好听，比如说像《请到天涯海角来》啊这些歌曲。那这首歌曲其实她演唱这个黑猫警长主题曲还是有一段插曲。哦，当时这个作者找到她，然后沈小岑就觉得自己不太适合唱这首歌曲，因为这是动画片，她觉得应该找一个小孩子来唱。还有就是黑猫警长讲的是警察故事嘛，所以他觉得应该是找男孩子来唱。但是后来就是这个作者说，他其实想表达这个，因为猫本身是有母性的这个风格在里面，还有就是黑猫警长给人的感觉是领导，所以说就是一个成年人的样子。所以呢，最后是由这个沈小岑来演唱，也是非常好听的。是的，非常好奇呢。我们下面呢一起来听来自沈小岑演唱的《啊哈黑猫警长》。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机灵；耳朵竖得像天线，听着一只可以的声音。我快了，坚持地抓，到处寻衅，给我们带来了神欢迎。啊哈哈哈哈哈，黑猫警长！啊哈哈哈哈哈，黑猫警长！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脚步走得多轻不见，透出震撼家的机灵，虎视眈眈查敌情，留下威武矫健的声音。你我快了，坚持地抓，到处寻衅，给我们大海来了神欢迎。啊哈哈哈哈哈，黑猫警长！啊哈哈哈哈哈，黑猫警长！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沈小岑演唱的《啊哈黑猫警长》。我刚才看留言有这个朋友说兰兰姐姐看起来好开心。我特别开心，因为是我小的时候特别小的时候看过的这个动画片，听过的歌曲啊。这个真的是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对，然后其实因为这一部这个动画片是84年的，然后呢，在30年后，就是2015年的时候啊，这个有一个电影版的这个黑猫警长，当时也是这位歌手，同样的歌手，同样演唱了这首主题曲，当时也是这个有让这个反响也是非常大的，让很多80后还有70后回到了童年。没错。那这个其实最近这个动漫的内容呢，就变得更加的多样了，然后题材呢也变得非常的丰富。因为刚才我不是说像黑猫警长这类的这个动画片，它主要是科普，所以我们看起来会有点害怕，是不是？对，我是有点害怕。我当时也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很多就是娱乐性比较强，而且里面有科幻啊，还有玄幻啊，还有什么也讲历史的，很多很多了。然后最近的话，其实他最近这个人物的这个性格啊，都非常的真实。对。然后假如说就这个我们最近来讲的话，就是做动画最有名的一个公司的话，就是你要说吗？
因为这个他们做的动画都是非常的，就是小孩大孩都能看，然后非常非常精致，没错，就真的是不一样啊。而且你知道我小的时候看动画片是这样的，我们想出门吃顿饭也是要看时间的，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是5、6点钟的时候，它会有这个儿童节目嘛。对对对。然后动漫世界。对啊，然后出去如果吃饭什么的话，还要抓紧时间回来要看嘛。但现在不是了，现在你有这个手机啊，随时都可以看了。当时我还记得有这个叫什么小树啊，叫什么来着？红果果绿泡泡啊，这是什么东西？就是这样的小孩子综艺节目，然后当时还在看这个，就这个留言当中肯定会有一些朋友会有共感的。那这个下面我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我要推荐的这个歌曲是哪一首呢？那我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古倩敏演唱的《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我猜就是这个。刚才你还提这个《喜羊羊》嘛？没错，这就是《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主题曲啊。那这个版本其实也有很多，就古倩敏啊，要不然就是杨阳洋，还有就是杨佩仪演唱的版本，还有就是粤语版本。其实感觉，我觉得这个名字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我觉得应该给这个韩国朋友翻译一下。이거 런디님께서 이제 다음으로 소개하실 곡 노래 제목이 너무 재미있어서 번역을 하자면은 내가 고작 한 마리 양이라고 얕보지마. 대충 이런 느낌? 근데 확실히 또 애니메이션에서 양이 늑대보다 훨씬 세요. 느낌이. 훨씬 똑똑한 느낌? 근데 오히려 약간 늑대가 나쁜 역할인데 오히려 이 늑대를 좋아하는 사람이 굉장히 많아요. 왜냐면 굉장히 귀여운 역할을 귀여운 정이 많이 가는 악연? 항상 약간 지어서 약간 뭔가 톰과 제리 같은 그런 느낌. 可能 느낌이에요 뭔가. 就是反派就是灰太狼嘛，但是看了这动画片的话会感觉对这个灰太狼的感情会更深一些。真的吗？就因为他非常的可爱，就这种总是失败的感觉。没错。那其实这部动画片呢，它主要讲的是在这个青青草原上，青青草原上，羊羊族群呢已经非常的发达。然后呢，在这个羊羊族群里面，有小镇、有学校、有超市啊，有美容院啊。然后呢，这些羊们都活得非常的快乐。然后反而灰太狼呢，就是在一个城堡里面很孤独，只有他的老婆和孩子。好可怜，听这个名字就好可怜。也看起来也是很幸福，就是最有名就是他的这个叫红太狼吗？红太狼还有红太狼，他的老婆就是红太狼吗？好像是，然后拿一个平底锅，天天把他给拍飞，这样的感觉，然后非常非常的好玩。突然间想回去看一下。没错。那其实这部电影的话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剧场版。就是每年它都会发，对，它好像也是播出时间也很长的。对，而且它的话有很多版本，就是比如说今年是鼠年的话，它又有一个以鼠为主题的这样的剧场版，然后也非常好玩。然后我也看过与龙主题啊、羊主题啊、牛主题，看过很多嘛。看过很多嘛。没错。还有这个运动会版本。运动会版本，其实他们就是运动会这种感觉。没错。它里面的角色好像有很多，是不是？没错，角色的话有喜羊羊，喜羊羊是主角嘛。喜羊羊，然后有美羊羊、懒羊羊啊、灰太狼啊，还有暖羊羊啊，等等等等。太可爱了。这个懒羊羊它最典型的发型就是那个便便的发型。不过我看过这个动画版的这个造型，我觉得非常的可爱。懒羊羊非常可爱。应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喜羊羊的这个造型是什么样的，非常非常可爱。양과 늑대인가요? 양과 늑대. 양과 늑대. 너무 귀여운 것 얘가 같아. 얘를 맨날 잡아먹으려 하지만 항상 실패하는 그런 느낌? 每次他要把它吃掉，但是每次都吃不到。因为吃掉的话，这个故事就结束了嘛，所以也吃不掉。没错没错。好，那这个如果说你的话，你有没有就是其他让你印象深刻的这样的动画片呢？我那个时候像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像大力水手。吃这个菠菜是吧？对呀，吃菠菜，然后一下子就看过吗？大力水手当年也是非常经典。还有就是刚才我说过的蓝精灵，我说蓝精，我突然想起来人家好像我要提你的好像有过某个造型是吗？那造型是公司给定的。是不是蓝妹妹没错。因为当时那个好像这个假发吧，因为它太小了，然后只有我能戴得进去，
然后我就这个就是因为你头太小了。不能这么说，反正当时我头发比较短，好像，然后也不是很长，所以就正好嘛。所以可以戴这个假发，戴得上去，然后也好戴，这样应该会非常漂亮可爱。没有，非常恶心。我自己看到镜子里，我自己真的是哇。等一下我找一下，然后打印出来贴在墙上。不用吧。非常谢谢你这个心意啊，那我们还是下辈子吧。是的，那我们聊了这么多，第一部呢也快结束了。那第一部的最后呢，就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古倩明演唱的《别看我只是一只羊》。我们第二部见。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慢羊羊、软绵绵、横太郎、灰太狼。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也为我变得更香，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花园也为我变得柔软。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羊儿的聪明难以想象，天才高心情一样奔放，每天都追赶太阳。有什么难题去牵绊我都不会去心上，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慌乱，就算有狼群把我追捕也当作游戏一场。在什么事情都爱开心，笑容都会飞翔，就算会摔倒站不起来永远不会沮丧，在所有天气拥有叫人大笑的力量。虽然我只是羊，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慢羊羊、软绵绵、横太郎、灰太狼。别看我只是一只羊，绿草也为我变得更香，天空也为我变得更蓝，白云变得更柔软。有什么难题去牵绊我都不会去心上，有什么危险在我面前也不会去。 TBS EFM Bringing Korea to you, TBS EFM.
欢迎收听《悦动首尔》第2部的节目。我们第2部为您送上的依然是略有不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您可以发送短信到井号1013，每条短信的通信费为50韩元，也可以加入微信公众号 TBS 互动和我们交流。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与我们的节目。下面呢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我是 ND， 这里是每周3的悦有不同。那坐在我旁边呢，依然是我们的兰兰。Hello， 大家好，还是我兰兰。这个在我为我们的这个收看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别看我只是一朵蓝。哎呀，我刚才听那个别看我只是一只羊，听这个歌感觉特别好听，是吧？特别的可爱这首歌曲。而且那个这个歌手的嗓音好像是自带绵羊音。对，绵羊音的感觉就是特别因为这首歌曲，因为这个喜羊羊与灰太狼，所以呢非常的这个已经刻到这个对这首歌曲当中了。就一听这首歌必须是想到第一个就是喜羊羊与灰太狼。我回去一定要看一下。你现在看可能会感觉超级没意思。没有的，我会的，我觉得应该会很我比较幼稚。就看你是以什么心态去看了。那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国外的动画片呢？我小的时候看的有好多啊，像这个什么灌篮高手啊，然后还有像这个跟足球有关的足球小子，还有什么篮球，刚才说灌篮高手，然后还有什么网球、棒球，就跟运动有关的这个国外的动画片也是很多的。没错。想不到。你没有吗？想接一个，但是想不到。你没有吗？那兰兰小时候这个更喜欢看一些关于篮球还是足球这方面？我之前不是还讲过吗？我们讲这个跟篮球有关。我小的时候因为受我爸爸的影响，特别喜欢去看篮球嘛，所以我还是肯定会选择篮球了。那你也看过这个《灌篮高手》吧？因为你刚才说到的这个《灌篮高手》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在提嘛。灌篮高手应该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一部动画片，我觉得很多80后还有90后，我不知道00后朋友们有没有看过哈。如果你们看过的话，也可以肯定有朋友留言。看的话就告诉我们一声。然后那你在里面最喜欢的这样的角色的话，应该是主人公吧？灌篮高手用韩语应该是 Slam Dunk。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我看篮球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position位置是后卫。后卫。我喜欢的这个选手一般都是后卫。大家应该能猜到，那应该就是这部剧里面的宫城良田。就是个子稍微矮一些，用韩语的应该是송태섭。포인트 가드. 제가 가드를 너무 좋아하거든요. 또 우리 댓글 중에 혹시나 또 공감하신 분들이 아직까지 없네요. 포인트 가드 너무 좋아했어요. 송태섭을 너무 좋아했고. 다시 한번. 다른 캐릭터 좋아하시는 분도 있을 것 같아요. 이제 이게 또 시간차 때문에. 그쵸. 이제 나와요. 사랑님 너무 좋아해요. 그러네요. 또 다양한 캐릭터가 있으니까. 对，里面有好多像什么樱木花道啊，还有赤木刚宪，好多好多。那为我们来介绍一下歌曲。今天带来的歌曲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灌篮高手》嘛，不能不提这部剧的主题曲了。但是呢，今天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这部动画片的韩语版的主题曲，也是它的片头曲，叫做《너에게 가는 길》，是由这个朴桑敏演唱的一首歌曲。那也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我觉得应该对我们国内的80后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啊，因为当时我们看的时候听的应该都是这个原版的这个 OST。 对，但是在韩国当时播放的时候呢，它是有韩语版的主题曲啊，就是这首。而且呢，这首歌曲其实就是朴桑敏的代表作之一啦。他自己也说他去到哪他的粉丝们都会点这首歌曲。신청곡 1위가 바로 이 노래 너에게 가는 길이었어요。
这个可想而知，当时非常的火，非常非常火的一首歌曲。那这位歌手也可以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吗？对，我觉得年轻的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熟悉，因为朴桑明他是韩国非常资深的一位歌手啊。他其实也有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说像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청바지 아가씨，然后还有什么멀어져 간 사람아 그리고 무기여 잘 있거라，有很多很多，还有就是刚才这首너에게 가는 길。其实他的最大的这个特点就是 sunglass 墨镜，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턱수염， 他就是对他一直都是留这个胡须嘛，所以也是他的这个 major point。没错，那这个看看留言当中也有人说这个叫《百变小樱》这部电视剧，不电视剧去了，这个动画片你有看过吗？百变小樱我小时候也是非常火的。百变小樱好像我小的时候不是，是不是我这个年代的？是不是不是呀？不是吗？我不记是花仙子吗？我看过花仙子。花仙子是什么？不好意思啊。花仙子我有印象，但是好像不是这个，应该不是一个，对。对，应该不是。百变小樱没有看过，好像。百变小樱是就是在我小时候那时候稍微火了一段时间，就是非常火。那肯定就是00后比较熟悉的。对，这就是00后比较熟悉的。拿那个卡片变来变去那种。对啊。没错。제가 어렸을 때는 그 뭐지? 세일러문。美少女战士。美少女战士。对，那个我倒没有看过。那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我来为你介绍一下这个动画片。下面一起来听来自朴桑明演唱的《너에게 가는 길》。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朴桑明演唱的《너에게 가는 길》。觉得特别的热血沸腾，是吧？哇，这种打篮球的时候，对，非常适合这个运动题材的动画片啊。没错。那在小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经典的这样欧美动画片陪着我们长大。对，我觉得很多现在好像00后的朋友们也看过，比如说像《猫和老鼠》。猫和老鼠。通过这里，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经典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蓝精灵啊，对，蓝精灵也是。对，蓝精灵也是特别经典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像这个变形金刚，你有没有看过？变形金刚我小的时候没有，我小的时候看过变形金刚动画版的，对，当时特别特别火。然后就是那种汽车模型也是很火的，小孩子男生都比较喜欢买那个模型啊。还有像忍者神龟，有没有看过？看过，这个看过，忍者神龟。忍者龟，那个忍者神龟，我当时你知道吗？他是中文配音，我们当时看的，然后说这个神龟特别喜欢吃的是馅饼，然后我小的时候我就在想，他为什么喜欢吃中国的食品，为什么喜欢吃这个馅饼呢？后来长大我才知道，其实翻译成，他其实指的是披萨。就是他们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会就是靠近这个国家的文化去翻译。对，没错，他其实翻译成了馅饼。然后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们喜欢的是披萨。哎，我突然想起你这么一说，突然想起就是最近这个叫这个，就是这个动画片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一种动画片。然后他们这个动画片呢，就是英文版，但是他们要到各个国家的时候，他们要变成那个国家的语言嘛。对对对。他们就会把这个动画片里出现的菜呢，也会变成那个国家喜欢的菜。那个国家的，对。我觉得那样的话，可能就是看起来可能会有亲和力，是不是？对，就更容易投入进去嘛。没错。那这个兰兰，你最喜欢的一部欧美的动画是？我觉得是蓝精灵，还有就是大力水手。其实大力水手呢，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大力水手里面除了这个波拜，主人公以外，还有一个女主角叫做 Olive。我以前的外号是 Olive。제 별명이 올리브였어요. 왜냐면 올리브가 되게 빼빼 말랐거든요. 그리고 이제 목이 되게 길었어요. 네네네. 그래서 옛날에 제가 약간 좀 마른 편이라서 별명이 올리브여서 너무 싫었어요 그때. 그럼 혹시 화장품도 올리브영에서 사시는 거? 죄송해요. 진짜 너무 재미없. 넘어갈게요. 那我们下面就继续来推荐 옐로우 카드. 옐로우 카드. 好，那我要为大家今天 TMI 就推荐的到这里了。这个歌曲呢是 I'm Far Away， 是来自这位歌手，是一位丹麦女歌手。那也是这个2019年的动画片母明山谷的 OST 之一啊。那这首歌曲呢就透着一种空灵和神秘的感觉，又带着一点懒洋洋啊，然后从容的气氛，让听者呢就不知不觉的就跟到那种世外桃源的母明谷的感觉。我知道人弟你比较喜欢母明嘛。对，其实我喜欢母明，但是我没有特别关注他的这个动画片啊，我只喜欢他这个角色，就是这个 character。然后我特地还找了一下，我发现这个母明长得特别特别的可爱。对啊，就长得有点像河马。河马，它不是河马，它是精灵。我知道它不是，但它每个人都说它没有嘴的河马，没有嘴的河马。我其实是想问一下，为什么它没有嘴呢？它嘴在下面啊。它有吗？有啊。我看了半天，我找了半天没找到嘴在哪。这所有人共同的问题，他有嘴，要不然他怎么吃饭啊？但我觉得这个母明长得真的是太可爱了，真的是太可爱了。记得因为在我们这个家里还有这个母明的玩偶。对，我看好像好多朋友还喜欢这个玩偶嘛。因为当时我出道的时候，真的有好多这个粉丝朋友们都会送这个玩偶，真的吗？所以我们家简直就是白色的天地。当时我今天才知道，原来母明是这个精灵吗？精灵这样。它是属于精灵类的。不好意思，我刚才说它是河马。不是河马。下面我们一起听这首歌曲，来自妹演唱的《I'm Far Away》。
来自 M 演唱的 I'm Far Away， 真的非常空灵。对，听歌的时候就一直在想啊，母明是否真的有嘴巴？刚才这个人第一直在找嘛，他为了说服我，然后找了半天没找到带嘴的，是吧？找的是木明嘴巴，然后没有找到就是木明吃饭、木明打哈欠，都找不到。对啊，他嘴到底在哪里？我们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如果真的是希望有一天有机会这样有一个人能告诉我说木明到底有没有嘴的话，我一定会非常的感动。这个作者，但我觉得好像现在这个造型还是最可爱的。有没有觉得好可爱这表情？没错没错。那这个动漫当中呢也有很多经典的台词。那兰兰，你有没有能想起的经典台词？经典台词명대사 진짜 많았죠。但我印象最深就是刚才我们聊的这个美少女战士当中，他说那个时候我看到好像是港台的版本，他说我要代替月亮来惩罚你，就这个有没有看过？当时好像是有手势的，是这样吗？别试了，试不出来，现在咱们想不出来的感觉。然后还有那个名侦探柯南，有没有看过？它里面每集他都会说真相只有一个。名侦探柯南真的是恐怖片，我觉得。名侦探柯南，因为他那个门一边对，哇，对，太吓人了。我说到这个명탐정 코난，我突然想起来，这个之前제가 최근에 누구랑 어떤 좀 나이가 있으신 분이랑 대화를 하다가 코난 얘기가 나와가지고 그분께서 코난을 너무 재밌게 보셨다는 거예요. 근데 나이가 좀 있으신데 제가 너무 의아한 거죠. 이분이 어떻게 코난을 보셨지? 그래서 막 대화를 하다가 알고 보니까 그분이 얘기한 코난은 미래소년 코난이었어요. 모르시죠? 就是有两个柯南， 하나는 미래소년 코난, 하나는 명탐정 코난. 아예 다른 스토리? 완전 다른 만화. 그리고 코난 얘기 나오니까 저는 사실 또 그런 분을 한번 만났었어요. 그 코난의 작가랑 이제 얘기 통해서 알게 된 코난의 끝 스토리를 알게 된 거죠. 저는. 끝 진짜요? 끝 스토리. 그래서 되게 마세요. 충격이었는데 여러분 정말 아니에요? 궁금하시면은 다 안 알려줄까요? 근데 저도 사실 까먹었어요. 아무튼 엄청 충격이었었어요. 알면서 근데 이제 누군가가 좀 거짓말 할 수도 있으니까. 对对对。那这个下面呢，我们继续来介绍歌曲啊。下面要为我们介绍的歌曲是哪部动画片的 OST 呢？下面呢，其实是要给大家带来的一首歌曲呢，应该是韩国本土的一部这个动画片啊。韩国有很多好看的动画片，比如说像둘리 아기 공룡 둘리也是非常好看。波罗罗是最近这个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但还有一部呢，还有一部这首歌曲啊， 한국의 그 양치질 문화의 정착에 한국의 양치질 문화의 정착에 지대한 공헌을 했던 노래예요. 그런가요? 치키치키 차카차카 초코초코초. 그 노래. 이거 아니에요? 这首歌曲名字呢就叫做 치키치키 차카차카， 是由 김수철 演唱的一首非常老的歌曲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部这个动画片？我觉得应该有朋友看过。是哪啦啦 슈퍼보드。 哪啦啦 슈퍼보드。 那这是一部怎样的动画片呢？其实哪啦啦 슈퍼보드 呢，当时在中国翻译成新编西游记。它里面对呀，它里面的角色其实呢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这个对，是这个唐僧师徒。但是它不是讲这个西天取经，它讲的是就是另外一种故事。对，它里面也是讲这个就是除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里面呢，它会有很多很多新的这样的题材在里面，比如说有这个筋斗云变成了像滑雪这个脖子，就这种感觉。然后这个白龙马变成了这个汽车，就非常有意思，就是很现代版本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看过哈？这首魔性的歌曲非常的期待。我们下面一起来听来自 김수철 演唱的 치키 치키 차카 차카。
치키 치카 치카 치키 치키 차카 차카. 아, 네. 我们刚刚听到歌曲是来自 김주철演唱的 치키 치키 차카 차카. 어릴 때 이거 보면서 이제 머리카락 뽑은 분 손 드세요. 왜냐면 이거 변신을 할 때 머리카락 뽑아야 되거든요. 그런 게 또 있었네요. 아, 那这个其实最近的这个大荧幕上呢，也能经常看到这个动漫电影啊，比如说最近这个拍成真人版的这个阿拉丁，也是非常好看的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然后歌曲都非常好听啊，关键是，那相信你也非常好奇我要推荐的歌曲。你下面要推荐哪一首呢？其实不是阿拉丁，因为阿拉丁它不是动画版这个电影。我要推荐这个歌曲呢，是来自 Shiro Green 和 Jack Black 演唱的《功夫 Fighting》这首歌曲啊，是电影《功夫熊猫》的主题曲，而且它有很多很多个版本啊。然后最经典的就是这个版本，然后还有很多经典版本，其实不能说最经典之一啊。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这个韩国歌手 Rain 呢也演唱过这个版本，对对对，也有他的这个版本。那你有看过这部电影吗？我看过，但我觉得这部它好像是2008年还是0几年，就是2000年代的，应该是人迪你这个年代。对，但是当时我错过了这部电影，真的，然后往后才补上了这个电影。我是当时在这个电影院看的，当时我就对这部电影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其实是美国出品的电影，但是它里面有很多中国的元素嘛，我当时就觉得啊，什么时候我们中国可以拍出这样就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其实应该也有很多题材可以拍的。没错，然后呢，最近的话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电影在上映嘛，所以呢，其实就是也是非常好，有很多这样好看的电影的。那这个其实要不是时间的关系的，我也想多唠一唠。好多好多真的是很可惜。那这个我们聊这么多呢，今天的粤有不同呢，就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就来看一下今天有哪几位朋友获得我们的咖啡代金券了。第一位朋友手机尾号为1327님이 로봇 태권브이 라는 그 드라마가 아니죠. 애니메이션을 좋아한다. 그리고 또 0043님께서 미니언즈랍니다. 빠빠빠나나. 그건 알아요. 또 엄청나게 귀여운 애니메이션이죠. 그리고 아까 제가 다른 분 댓글 올리신 거 봤는데 은하철도 999도 있었는데 그것도 유명했죠. 네. 那这个呢，非常恭喜大家 커피 맛있게 드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那改版之后呢，兰兰依然会和我们在周3和大家见面的，不过呢是一个全新的栏目了，那这个也请大家能够多多期待啊。当然呢，我们的今天呢也辛苦了。好的，那我们下周以全新的面貌再见喽，拜拜拜拜。那我们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啊。那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然后呢，明晚呢我们继续相约在晚9点，期待大家的收听。那节目的最后呢，也送上这首歌曲，来自Shiro Green 和 Jack Black 一起演唱的《功夫 Fighting》。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여러분 잘 자요。